近年咧，紅磡同埋黃埔一帶咧都有唔少嘅變化㗎。咁隨住鐵路通車、新盤嘅供應，同埋海濱嘅一啲新嘅規劃啦，都令到佢嘅市區面貌咧唔同咗好多。咁今集咪就參觀海濱附近嘅一個屋苑——海濱南岸。呢個屋苑原本係私人參建居屋紅灣半島嚟㗎，由惠記同新世界旗下嘅新創建共同發展，喺2002年落成。不過政府為咗救市啦，同年宣布停建同埋停售居屋，令到項目銷售無期。2004年2月，新地向惠記購入紅灣半島5成股權連貸款，而係差唔多時間，政府就宣布同發展商達成協議，以8億6400萬補地價賣斷紅灣半島業權俾發展商，轉為私樓發售。項目平均尺價大概1800蚊，由於比起政府之前爭取嘅尺價少2成，亦都低過市價，所以就惹嚟咗賤賣嘅爭議。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。發展商同年又宣布傾向將紅灣半島7棟全新樓全面清拆，並且重建為豪宅。認為屋苑臨近海濱，係糾正緊土地資源錯配。又話到屋苑質素同埋設計都遠不及私人屋苑，包括樓底矮、窗口細、外露喉管，而浴室亦都細到大肚婆都轉唔到身等等。事件引起社會廣泛反對聲音，屋宇署其後就表示唔容許發展商更改總建築圖則，最終令到發展商擱置清拆計劃，改為翻新成個屋苑。2007年，紅灣半島就易名為海濱南岸，並且正式推出市場發售。經過徹底裝新之後，屋苑前後又有咩分別啦？我哋都會參觀一個原裝3房嘅放盤，睇下喺唔能夠改動居屋格局之下，發展商又點樣升級？當然都會分析一下價錢同埋屋苑近期嘅樓價走勢等等。睇完之後，大家都不妨喺下面留言講下睇法，有機會獲得咖啡禮券。而仲未 subscribe 嘅你，就快啲訂閱我哋嘅 channel 同撳埋旁邊嘅鐘啦。今日嘅海濱南岸就咁睇，同旁邊嘅私樓差唔多。重新換上咗嘅橙色配藍色外牆，仲顯得格外突出添。咁除咗樓板同埋結構柱冇喐之外咧，其實全部都係做一個大翻新。咁包括咗佢嘅用料啦，當時亦都有報道過咧，係用一啲紅外線嘅探測機咧，逐層樓嘅外牆去掃描佢啦，有冇啲咩沙窿啊、起得唔好啊、漏水咧，重新再修補過做過咧，先至砌翻外牆磚上去嘅。咁再加上你見到一啲比較特別啲嘅啦，譬如你外牆外露嘅喉管咧，好多佢用一啲鋁質嘅保護殼咧包住咗嘅，排污渠啊，甚至乎冷氣機嘅去水喉咧，其實全部包實晒。咁呢啲嚟講咧，就做得比較靚啲啦，同埋將來個保養維修嘅費用咧都會低好多嘅。除咗外貌之外，各座嘅地下大堂都進行咗改裝，例如加入咗水晶吊燈、天然石同埋玻璃飾面等嘅設計同埋用料，令到佢望上去更加似高尚住宅。居屋一般都不設住客會所，發展商於是都透過補價，將原本9層嘅停車場劃出幾層改建為大型住客會所，嚟進一步提升海濱南岸嘅身價。會所一共5層，連同平台花園佔地超過22萬尺，屬於區內規模數一數二。設有室內外游泳池、健身室、保齡球場、標準籃球場同埋2個網球場等50幾項嘅康體設施。管理費就係每尺大概3個7毫8。雖然就少咗幾層嘅停車場，但海濱南岸仍然提供369個嘅私家車車位。以全盤2470伙嚟去計，平均每近7戶爭一個車位，比例都算係充足嘅。而家車位月租就係介乎大概3600蚊至到4300蚊不等。至於車位嘅買賣價啦，近期就由大概130萬上落，2400幾伙分佈喺7座當中。雖然從高空見到第1座至第3座同第4座至到第7座中間係相隔咗行車道，但係住戶只要經上蓋嘅會所或者24小時行人通道，就可以出入到兩邊噶啦。雖然就唔需要特意橫跨行車道，但代理就話兩邊嘅客源都會有少少唔同。如果呢邊海濱南岸咧就分開兩邊啦，譬如我哋而家係身處愛景街呢邊咧就1、2、3座啦。小學返學近入黃埔咧，呢邊會比較方便啲嘅。咁如果有啲可能你話喺中區返工啊，或者喺太古坊返工，喜歡搭船嘅話咧，呢邊行嘅碼頭個距離就更加近啲。所以普遍咧喺1、2、3座住嘅居民咧，普遍都係本地客居多，或者上班族居多嘅。
咁調翻轉啦，如果你講緊4、5、6、7座嗰邊咧，因為鄰近理工宿舍啦，又或者咧行天橋駁去理工大學咧會更加近啲。咁所以咧，如果你講緊係學生租啦，或者有啲咧想去紅磡隧道口、紅磡站翻工翻學搭車嘅人嚟講咧，咁嗰邊又會比較吸引啲嘅。另一方面，咁樣嘅分隔亦都令到兩邊嘅大廈佈局唔同。咁第1座至到第3座呈以一字形排列，而第4座至到第7座就呈以類似 V 字形，令到景觀都有啲分別。咁其實喺海濱南岸仲未升格為私樓之前，係被譽為居屋樓王㗎，因為第1至3座中至高層向東南嘅單位能夠享有北角一帶嘅維港，以至遠眺鯉魚門海等嘅景緻。而喺後排嘅第4至7座就扭咗啲方向，令到部分中至高層向南嘅單位可以望穿前面嘅酒店，遠望到灣仔至到中環一帶嘅維港景。咁但係隨住附近嘅地皮被買入，發展為私人住宅、酒店同埋商廈等等，咁第1至3座可以望到寬闊海景嘅單位就越嚟越少。不過喺佢哋前邊嘅規劃就已經大致完成㗎啦，咁所以而家有海景嘅單位將會係永久海景。咁至於第4至第7座會望到嘅酒店，咁其實發展商長實都曾經申請過重建㗎。咁雖然就已經被當局拒絕咗，咁但係長遠嚟講，佢嘅海景景觀都係存在住變數。因此相對上，兩邊望內園嘅單位，以及第4至6座向北近望海濱南岸停車場同埋香港理工大學學生宿舍，咁遠望到黃埔花園嘅單位，景觀會比較有保障。今次我哋都好彩啊，能夠參觀到一個屬於永久海景嘅放盤，咁位於第2座，咁始終大廈嘅格局係冇變到啦，咁所以都係採用典型居屋雙十字形嘅設計，1層10伙，共用4部電梯。咁至於戶型上就提供2房同埋3房連1個半浴室嘅間隔，咁2房實用大概430幾至到481尺，咁3房就係大概590尺上落。咁開則亦都四四正正㗎，分為方形廳同埋女子廳，每座設計都係咁樣㗎啦。參觀放盤就嚟自高層 D 室，就面積589尺，咁屬於3房間隔，業主而家叫價1100萬，位上嚟尺價18600幾蚊。上到嚟見到走廊設計都歡迎返大堂，咁單位內籠面積都冇得變，咁發展商提升咗質素之後，又有冇真係好到呢？即刻入屋睇下。嗱，呢個單位咧就係採用女子廳嘅格局㗎，咁一到嚟啦就會先係一個飯廳啦、玄關區嘅部分啦，咁見到都幾大下㗎，起碼都有大概100尺度。咁玄關櫃或者鞋櫃咧就可以放喺呢一邊啦，咁前面咧就可以放張飯台喺度。嗱，見到呢一邊咧，都仲有個空間咧，可以做到早櫃喺度嘅。咁啱啱聽到你講啦，有啲住戶咧就可能會用嚟做一個細嘅備餐區啦。咁點解咧？嗱，雖然咧廚房望落咧都唔細嘅，咁但係咧收納空間咧就唔會話好多。呢個單位都大致保留翻當年嘅交樓標準，廚房嘅配置同埋潔具都升級咗，咁係啲家電就有換過嚟。曲尺型嘅人造石工作台面，下廚櫃主要用嚟擺家電，好似洗衣機同埋微波爐。咁有一格會係放調味料嘅側拉籃。咁另外洗碗盤下面嘅嗰一格，因為有啲渠位喺入邊，咁所以都唔能夠擺好多嘢。咁上廚櫃有大約7格，不過每格嘅空間都唔大。咁其實廚房係有條件做多一邊薄身啲嘅工作台面，咁但係就要執下廚櫃嘅位置，又或者將洗衣機搬到去其中一個嘅洗手間。咁我哋出嚟睇埋個客廳啦，咁見到同樣都幾大下㗎，有超過100尺。當年發展商都將地下改鋪為橡木地板。由於兩邊牆身都比較窄，我就會採用橫廳嘅一個佈局啦。電視放咗喺嗰邊比較闊嘅牆身，梳化就背靠窗，咁見到係非常之闊落㗎。咁就算擺完一張3人梳化之後，都仲有位剩。咁由於係居屋改建，所以全屋都冇窗台。不過最吸睛嘅咧，我覺得就會係呢度一大幅嘅窗，可以望到一個永久嘅海景。單位向東南，啱啱好冇俾維港西岸遮擋，而所處嘅樓層又高過前面香港嘉利酒店等嘅建築，所以能夠眺望到比較寬闊嘅海面，只係比近海嘅海明軒同埋九龍海逸君綽酒店遮擋咗少部分。比起私樓，窗當然細啲，但係論客廳採光嘅話就唔差啦。仲有對流窗通風。不過呢邊嘅光線就唔係好透到過去飯廳，所以嗰邊會偏暗。咁3間嘅睡房啦，同埋2個嘅廁所咧，就沿住呢條走廊入㗎。我哋先睇下第一個廁所啦。不過見到其實佢係有啲特別㗎。就係冇沖涼嘅位置啦，空間會比較細，只有大概15尺，所以都用到趟門嚟去分隔。
但入面都有窗，唔係黑廁，而且都有充足嘅儲物空間。咁我哋過嚟睇埋呢一個廁所啦，咁佢就係有浴缸嘅，即係可以沖涼嘅一個浴室啦。咁見到啦，其實嗰個空間咧就唔係話好大嘅，咁所以發展商原裝啦都係採用咗趟門啦嚟去慳位。咁就唔會懷孕婦女都唔係好入到去，又或者身形大隻少少嘅朋友要企到去角落位置啦先可以閂到門。不過始終浴室面積都唔係好大，咁所以見到浴缸都比較迷你，唔夠4尺。咁至於其餘嘅設計都同啱啱嘅廁所差唔多，都係原裝嘅。咁之後我哋睇下啲睡房啦，先睇近廳房，四四正正，有大概50尺，咁家私擺位都容易。雖然啲窗唔係橫跨成面牆身，又或者落地設計，但我就反而覺得咁樣啦，房入邊更加有私隱度。而且呢一間房同客廳同向，望相同嘅景緻，所以採光亦都唔錯。嗱，嚟到中間房啦，咁其實佢個面積咧同啱啱嗰間細房就差唔多嘅，有大概50幾尺度。不過見到佢有兩邊窗，咁所以比起啱啱嗰間睡房就更加光猛，亦都可以從另一個角度側望到多少少嘅海景。咁天氣好嘅時候啦，係可以遠望到啟德前跑道區嘅一帶。不過呢一隻窗同時正對第一座，咁雖然就有啲距離啦，咁但係如果介意嘅話，都要拉埋一半窗簾啦。至於另一邊窗，由於呢間房更加出，咁所以都會望埋維港星岸。咁啱啱睇嘅近廳房啦，都有呢一個情況。咁啊，最後睇埋間主人房啦，咁見到咧都係有3邊窗啦，咁所以採光同埋通風咧都係非常之好嘅。以主人房嚟講，我覺得窗就真係細咗啲啦，而且主窗更加近第一座。不過好彩數量搭夠。咁嗰張雙人床咧就會係靠呢邊嘅牆身擺啦，咁大概就會嚟到咧呢個位置度。咁衣櫃咧就可以擺喺呢一邊，咁但因為見到啦上面就會有部分體嘅冷氣機喺度啦，咁所以變相咧個衣櫃就唔可以做到上頂噶。咁如果要做上頂嘅話咧，就可能要轉翻做一個窗口式嘅冷氣機啦。咁其實改為分體式冷氣機都係發展商當年改裝嘅一部分嚟㗎。咁業主就喺2009年一手買入單位，之後就一直放租，咁直到近期租約完結轉為放售單位。咁整體都算係保養得唔錯㗎，唔介意嘅話執整翻新下，再添置一啲家私咧，就已經可以入住㗎啦。業主而家叫價1100萬，如果最後成功以呢一口價賣出，以佢當年嘅買入價大概496萬嚟去計，帳面可以大賺到大概603萬。咁持貨大概16年，單位升值超過1.21倍，咁跑贏大市同期大概1.19倍嘅升幅。咁其實業主嘅開價都貼近住近期同類型單位嘅成交價㗎。咁9月中嘅時候，旁邊一座高層一個同放盤同尺數同座向嘅單位就以1000萬易手，尺價係16900幾蚊。咁放盤嘅叫價就高大概1成。咁雖然佢就高幾層，咁但係第一座位於屋苑嘅單邊位置，而旁邊嘅黃埔花園又比較矮，咁所以其實成交單位係可以望到更加開揚嘅海景。因此代理都話啦，放盤會有少量嘅議價空間。咁參考翻4大銀行嘅估價，咁其實匯豐、恒生同埋星展嘅估值都同放盤叫價好接近，咁達到1087萬，咁只有中銀估值1001萬，咁相差大概9%。至於我哋28 House 嘅估價就係大概1013萬，同放盤叫價相差近8%。轉睇下賣家方面，假設以叫價1100萬嚟去計，借盡貸款額上限900萬嘅話，會供款近4萬蚊，月入要求就要79600幾蚊。如果買嚟投資又點呢？咁睇翻屋苑近期嘅租賃成交，尺租近乎大概42蚊至到50蚊上落。10月份嘅時候，一座中層一個向永久海景，就面積593尺嘅單位，就以26000幾蚊租出，尺租大概44蚊。假設以呢一個尺租嚟去推算放盤單位嘅租金回報率，喺扣除管理費即係大概2226蚊之後，每月實收大概23690蚊，可以享有近2.6厘嘅回報率，咁低過同類型單位大概3.2厘嘅大市水平。不過都要留意，嗰個已經租出嘅單位位住中層，而開則同報告都同放盤唔同，海景或者會俾其他單位或者建築物遮擋。咁加上屋苑而家租盤唔多，尤其呢類望到海景嘅單位都有機會進一步推高放盤單位嘅租金水平。
如果而家嘅租盤咧，大概有60個左右啦。咁但係咧，有超過一半咧，其實租客都係未走嘅，甚至乎係業主自己住緊。咁可能咧又放賣又放租，希望善價而沽啦。咁可能揾到一個比較好啲嘅租客啊，咁啊將而家嘅租客咧就通知佢走，或者大家再傾加租咁樣樣。嗱，如果你講兩房單位咧，細兩房入場價咧大概22,000蚊左右啦。咁大兩房咧大概23,000蚊。咁至於你講緊三房單位咧，租金大概27,000蚊起跳嘅。租盤唔多，買賣盤亦都如是。海濱南岸而家有大概180個嘅放盤，兩三房各佔一半，咁但係就有超過60%係連租約㗎，令到可以睇樓嘅放盤唔多。咁而家兩房嘅叫價就大概680萬起，三房就大概820萬起步。咁但係就話屋苑近期交投暢旺，尤其係三房單位。近3個月啦，如果你講緊係9月份、8月份啦，咁啊做8宗成交啦，咁啊9月份咧做7宗啦，今個月暫時咧係錄到6宗嘅，咁但係有相信咧就係今個月月尾嘅時候，可能埋標咧都去到9宗10宗嘅，平均成交尺價咧大概14,000至17,000蚊到啦。以三房為主咧，我相信因為兩房價錢同三房其實抹價唔係爭好遠啦，咁大家普遍咧都係可能講緊爭100萬、百零萬啦。咁其實區內咧有好多買家咧，都係一啲新婚夫婦啊，或者啲小家庭啊，或者係甚至乎係入區咧讀小學嘅一啲買家。咁可能見到兩房三房爭得唔遠啦，咁我三房又會多半個廁所用啦。咁甚至乎就係話咧諗係一步到位啦。咁你知香港其實都係土地問題啦。咁如果你話我有多個房間咧，可能我請個姐姐啊，或者我生多個咧都比較方便啲啦。咁變咗好多時候買家咧價錢容許或者揾到合心水單位咧，都可能會一次過咧就去到三房嗰度。咁佢又話屋苑交投加快，咁除咗同減息、過往積存嘅購買力重新出動之外，亦都同區內交通配套越趨完善有關。咁近年出入已經唔再單單依靠巴士同埋小巴。正咧喺疫情嘅中段時間咧，其實沙中線、屯馬線咧都相繼通車。咁當中最關鍵咧，可以話係沙中線嘅過海段，因為其實海濱南岸咧或者紅磡區幾個大屋苑咧，特別海濱南岸咧係有24小時有蓋嘅行人天橋接駁翻紅磡站。咁紅磡站咧係而家一個咧好不可多得嘅交通樞紐嚟嘅，就接駁晒港島區所有鐵路嘅一個交匯站。咁其實有好多咧喺港島區一啲總部啊、大公司、跨國企業總部上班嘅客戶群咧，其實咁樣翻工係非常方便。咁再加埋咧，紅磡本身亦都有渡輪碼頭啦。咁以前個渡輪碼頭咧，其實就都淨去北角嘅船。咁如果港島東啊、太古坊翻工咧就好方便。咁但係喺過去幾年咧，其實中環嘅船咧亦都復辦咗。咁而家咧就唔係淨係港島東啦，我去中區上班咧，亦都可以坐船。另一方面，鄰近海濱南岸嘅紅磡海濱近年都優化咗，包括前身係紅磡碼頭公共運輸交匯處嘅地皮，已經改建為紅磡都市公園，並且係今年7月全面啟用。咁但係都相信啦，係刺激成交嘅其中一個因素。不過有興趣嘅朋友都要留意啦。海濱南岸雖然設有一個小型嘅商場喺正門嗰邊，咁但係就只有一間嘅便利店同埋一間嘅食品店，咁其餘就做咗幼稚園暨幼兒園同埋地產鋪。咁所以住戶買嘢食嘢啦，最近都要行翻過去黃埔花園嘅商場，又或者嗰邊附近嘅街道啦，都會有唔少嘅民生小店。咁其實本身我自己咧就好中意紅磡黃埔呢一帶㗎，因為佢嘅生活配套咧係好完善，咁加上而家咧仲要係海濱嗰度啦都整靚咗啊，成個環境咧就更加係舒服啦。咁睇翻個單位啦，佢其實本身都係一個幾優質嘅單位嚟嘅，因為咧可以望到個永久嘅海景。咁雖然就係女字廳啦，咁但係見到咧其實兩邊廳咧都係非常之大，咁係廚房啦、浴室啦同埋3間房咧就相對細少少啦，咁都好視乎究竟自己覺得夠唔夠用嘅。唔知道大家又點睇咧？都喺下邊留言話俾你知㗎，咁有機會獲得咖啡禮券。咁最後中意呢條片嘅朋友就記得 like 同埋 share 啦。